蓝忘机拉着魏无羡走在乡间，如今刚过午饭点，田里许多干活的佃农瞧见魏无羡走过来，都热情地打招呼。这一上午，他的小屋里这么大的动静，又多了一个大男人和3个小男人，自然瞒不过邻里。魏无羡本想编个故事解释解释，可还没开口，钱老大就已经乐呵呵地说：莫公子，你这夫郎对你可太好了，以后可就有人照顾了。魏无羡惊得合不拢嘴，看着钱老大真诚的笑脸，又转头看看蓝忘机依旧冷静而面瘫，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唾沫。昨日面对蓝忘机时款款而谈的老神在通通不见，而是呆呆地重复：弗郎。钱老大点头：对啊，早上都见过面了，说是娃娃亲呢。听说莫公子你家里遭了难，特地一路从中原寻过来的。好男人啊，痴情啊，莫公子有福气啊。你。魏无羡难得有说不出话的时候，支支吾吾半天，倒是蓝忘机先开了口：多谢。你谢什么？然后惊恐万分又有口难开的魏无羡便被他的夫郎拉着走了。走到河边，除了3、3两两的换衣女，倒是清静不少。蓝忘机双指捏诀，打了3条鱼上来，也不在乎脏不脏，就塞进了乾坤袋里。魏无羡目瞪口呆，愣了半天，才终于挑了个他觉得最重要的问题：蓝家不是不打诳语吗？他也理解夫郎这个说法。蓝忘机一行人是一定要隐藏身份的，金家既然满世界追杀精灵，而蓝忘机身份又如此贵重，作为保护人未免也太过显眼，那自然要隐姓埋名，低调行事。在这村子里定下与自己共处一室，那必然要找一个假身份。要是说是兄弟，他俩长得除了2只眼睛、1个鼻子、1张嘴以外，没有半点像的地方。若说是表兄，哪会有表兄跟伺候祖宗似的这么对他？硬要解释，那还真只能说是夫君。可是蓝家家训不能说谎啊。正在扎乾坤袋的蓝忘机淡淡答道：不是我说的，是精灵说的。魏无羡十分无语，小声吐槽道：熊孩子，乱点鸳鸯谱，这不是耽误寒光君你吗？蓝忘机动作一顿，扫了魏无羡一眼，不知怎么的这目光竟被魏无羡品出一丝幽怨来。还不待他细细思量，便听蓝忘机继续说道：精灵已经编好了整个故事，思追是你外甥，锦衣是我外甥，他是你侄子。怎么说呢？这故事不能说和现实南辕北辙吧，只能说是大差不差。明明基本符合事实，但加上寒光君是自己老公这事儿，怎么想都让魏无羡觉得诡异。魏无羡只好告诉自己：既然木已成舟，不是；既然生米已成熟饭，也不对；既然话已经放出去了，那便只能如此了。他就知道揉揉脸。不远处的换衣女们好奇又热烈地看着他们，想来已经是听说了村里的莫公子来了个夫君。他只好再次发挥在莫家庄时的演技，一把搂住蓝忘机的胳膊，把自己挂在对方身上，娇滴滴地说：夫君，今晚吃鱼啊。蓝忘机仍旧木着一张脸，动作很不熟练似的将塞了3条鱼的乾坤袋放入衣襟。那衣服是魏无羡穿过的，还带着些不属于蓝忘机的香气。他似乎突然有些四肢笨拙，带着挂在身上的魏无羡同手同脚地走了几步，缓缓往家里回了。山野乡村，消息不通，若是不去特地打听，便不会知晓外头乱成什么样子。此处虽远非世外桃源，不过就是耕作农忙，为了生活忙碌，自然远远比不得世家中过的奢靡，但大约是过腻了提心吊胆的富贵日子，这般平凡竟也别有滋味。精灵便在这片静谧中每日打水砍柴烧火做饭，既不用练功也不用逃命，不知不觉之间已然过了1个月。而他竟健壮不少，身上鼓出些腱子肉来，比以前每日修炼夜猎时反而看着强上不少。蓝思追与蓝景怡日日与他一起，变化自然也差不多。不过1个月，3人身上那种不知愁滋味的世家公子气质变淡了不少，反而多了一些烟火气。这日在河边，3人与一群阿婆一道洗衣服，阿婆们说着本地话，他们听不太懂，便自己凑一边聊天。聊着聊着，不可避免地谈到了此行最初的目的。蓝景怡边搓着自己的兜裆部边问：金公主，你之前不是笃定夷陵老祖一定会和你回云梦加入联军吗？
如今怎么提都不提了？蓝思追有些忧心地瞄了一眼精灵，却见精灵正在努力解开一堆缠在一起的臭袜子，表情专注而狰狞，便放心地继续低头捶他的红肚兜。之后便听精灵咬着牙回答道：魏无羡不掺和是对的，舅舅也是这么想的。蓝景一大惊，江宗主也是这么想的？不对吧？当初就是江宗主让我们来找老祖劝他入伙的呀。精灵似乎是有些想把解不开的臭袜子拿起来咬开，但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思想斗争，显然是放弃了这个想法。随后肩膀垮下来，撇着嘴说：我一开始也是这么以为的，但来到这里以后，却发现舅舅根本不是这个意思。舅舅说的是让我们来找他，寻求庇护，他不会不管我们。至于参战啊、联军啊什么的，那完全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。舅舅也好，韩光俊也好，其实都不想他掺和进来。我现在觉得他们是对的。蓝景怡似乎觉得有些震撼，很认真地审视几眼精灵，觉得这千娇百宠的金公主好像确实在这1个月里长大了。最后蓝景怡还是问道：既然你想开，那为何又咬牙切齿？精灵翻了个白眼：因为你的袜子太他妈的臭了，自己洗。然后一把将那堆剪不断理还乱的袜子扔到了蓝景怡脸上。可就在这日，他们端着洗好的衣服往回走时，却看到了来收粮的蓝氏弟子。三人虽说已是过了一段时间的平凡日子，可到底不通农时，见到收粮人皆是愣了一下，然后掐指一算，方知已过了秋收。魏无羡说过的那些话回响在耳边，三人面面相觑，心知这月余的平静日子远非平民百姓真正的苦楚。因三人并非村里人，又在避难，是以不想惹人注目，便躲进了河边的林子里。往外望去，发觉魏无羡所言未有半点夸大，哪怕是仙风道骨的姑苏蓝氏来村里收粮的弟子，也是嚣张至极，确确实实是穿金戴银，高头大马。全村佃农们悉数恭恭敬敬地跪在两旁，恭迎仙长们收走他们劳作许久的粮食。诚然，与其余众世家相比，蓝氏确实教养颇高，至少没对佃农手打脚踢，可该收的一样不落。一些富足些的佃户送一些小礼物，来人也并不拒绝。精灵面露不忍，可也知这便是世道，而蓝思追、蓝景怡则互看一眼，心下皆知，这收上来的粮可比交到姑苏的粮要多不少。那钱老大捧着先前在山上挖出来的山参奉上去，为首的弟子含笑收下，并不寒暄。钱老大则搓搓手奉承道：辛苦萧县长了，萧县长年纪轻轻，前途无量，我们村子这些年还要靠县长多照顾呢。那弟子笑了笑，问道：全村所有农户的收成可都交齐了？钱老大点头称是，可身后的张三却多嘴说道：大半年前来了位公子，他不用交粮，我听我表叔说是拉早了来的莫家庄来的。钱老大也说不上为何，总归不想让别人知道莫公子的事，可仙长既然问了，有人这么答也属实正常，只好勉强笑笑，对蓝氏弟子道：莫公子是家里遭了难，来到此处的，并非佃户，只需向官府那税即可，这次交粮跟他可没关系。那几位蓝氏弟子笑道：自然，我等又不是兰陵金氏那种强抢强占之徒，莫非还会逼他卖田不成？他住在哪儿？带我等去看看。钱老大只好引路。精灵三人交换目光，连忙往家中赶。而此时魏无羡尚未起床，昨日他突然来了兴致，拉着蓝忘机喝酒吟诗，蓝忘机倒是没跟着喝，却到底也跟着作了诗，两人皆是文采斐然，却风格迥异。蓝忘机文风优美，有大家之风，而魏无羡则狂放写意，有江湖之远。钱老大领着几位蓝氏弟子来到魏无羡院中时，蓝忘机正在院里晒他刚装订好的诗册。抬头看到几位自家外门弟子穿得不比内门差，风度翩翩，气宇轩昂，唯独头上未配抹额，乍一看也是名门公子了。蓝忘机一愣，想到魏无羡说的许多，面上不由沉了下来。那几位弟子皆未曾见过韩光君，进了院子只见到一位男子，气质非凡，没想到村中竟有如此气度的人物，一时有些惊讶。可眼前人到底身着粗布旧衣，应不是什么要紧人家，便随即回过神来，
正正身上的蓝氏校服，煞有介事地走上来，也不问一声，便伸手去翻阅蓝忘机手中的书。这年头虽已有纸，但纸价昂贵，制作不易，非大富大贵不可用，因而蓝忘机手中书籍仍是竹简。